暑假期间，有很多同学将进入医院临床实习。如果医疗对你很遥远，感到担心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英文一定要很好吗？在医院工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吗？这期跟大家来恶补一下。首先，在医院工作很重要的是口罩一定要戴好。虽然现在是疫情期间，但是还是有人口罩没有办法戴好，这很危险，因为没有按规定戴口罩，就跟没有戴是一样的。一般外科口罩有效遮蔽口鼻，在某些隔离病房需要戴 N95 口罩。N95 口罩是指有效过滤95%的空气中的颗粒，但是要正确佩戴，如果密合度不佳，漏气跟没有戴是一样的。相关资料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看。在医院你会不会洗手？洗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洗手的口诀是什么呢？湿搓冲捧擦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是小朋友的口诀好吗？在医院如果你这样子说，会被人家笑死。在医院洗手的口诀是内外夹弓大力丸。在医院有2种洗手的方法，第一种是干洗手，是指你用酒精或干洗手液进行手部的消毒，使用的溶液要多，就是你依口诀做完之后，你的手不能是干的。如果洗到一半手就干了，那就表示你压的次数太少。干洗手是利用酒精让病毒或细菌里面的蛋白质产生变质，杀死细菌和病毒，但是那些脏东西还是粘在你的手上，只是它死了，没办法传染，手还是脏的。真正能够清洁干净的是使用肥皂，并使用洗手的口诀，正确的动作，每个部位都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才能达到清洁的目的。手部干净，不要乱摸东西。有些医院的感控会抓在临床端来抓人来考洗手，考不过的，有些医院还会罚钱，所以要熟悉，否则实习就生病，生病还好，感染到一些有的没有的，那就说不太清楚了。人会生病受到外在的感染，不外乎是空气的传播啊、接触的部分的传染啊，或体液的传染，这3种。飞沫的传染是透过咳嗽或打喷嚏喷洒出来的分泌物的微粒，经过空气当中进行传染。这些飞沫感染的可怕程度，更是一个可怕的等级的模式，因为光是呼吸就有可能感染，能够透过空气的传播病毒，由于可以悬浮在空中，不会因为重力而掉下来，甚至有些能够撑个2-3个小时在空中。就算散发出来的病原，患者已经离开了2到3个小时，它还是维持在相同的空中，就表示说你呼吸都可能会中标。所以在病房，请务必与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通常我会站在床的尾端，没有必要不会向前，最多也只站在床的中间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当病人突然的呕吐、咳嗽、打喷嚏，会有保持一定的空间的距离，脏东西比较不会掉在我们的身上。在医院注意干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千万不要东摸摸西摸摸。如果你站着
脸很痒，你敢抓吗？大部分的人不是职业军人，只有职业军人才会被训练，痒不可以碰，不可以抓。在医院为什么不能乱摸东西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病毒跟细菌是怎样进到我们的身体，主要是经由身体上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中，比如说鼻腔、眼睛、嘴巴，这个都是脸部上面的黏膜。这些东西很容易透过我们手摸了脏东西之后，再拿食物放进嘴里，或因为揉眼睛的关系，把细菌跟病毒揉进我们身体的体内。如果逃过身体的防卫机转，在身体中成长到达一个地步，就会产生发炎、生病的状况出现。所以，好习惯非常重要。就算是你防护设备穿得再好，只要你的习惯不好，都会容易穿透你的防护设备，然后中奖。如果防护设备不足，那你就要把相关的口罩跟卫生注意好，这样子会比较不容易中奖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在医院工作，口罩正确使用，别要偷懒，别跟自己的小命过不去。特别是应该要保持手部的卫生，遵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洗手5个时机。如果你是社工，要进医院实习，或者是在医院即将要做医务社工的工作，请你注意这几个部分，分别是接触病人前请洗手，接触病人后请务必洗手，接触病人的血液体液后也要洗手，接触病人的环境，比如说病床啊、床边桌啊，这些都需要洗手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你摸了这些东西，如果你没有洗手，千万不要摸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摸一下裤子、摸一下衣服、摸一下脸，很容易之后你摸了之后，这些地方你之后又会摸到其他地方，病菌就跟着到处跑。正确的洗手能降低我们自己感染的风险。把手放在安全的地方，回办公室前请务必洗手，不要把脏东西带进办公室。另外就是你的白袍，很多人都会忘了，白袍其实也是一个防护衣，回办公室就应该脱掉挂好，避免把病房的脏东西带回办公室。最好不要把白袍穿去餐厅美食街用餐，这样很容易把病菌带到餐厅，传染给其他的人。祝福大家疫情期间能够平安健康。我是医务社工安德伦，我们下一次见。